嘴上喊着坚决反制，背地里却悄悄开绿灯。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今天中国对美贸易政策最真实的写照。北京表面上强硬回应，加征125%的报复性关税，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姿态，但背地里一场悄无声息的豁免潮却正在暗流涌动。据路透社与彭博社多位匿名知情人士爆料，北京已经悄悄对某些美国商品实行了白名单式豁免，包括药品、微芯片、飞机发动机和部分化学品等高端产品，正在默默地被特批放行。而被打击最惨的不是美国，是我们自己。5月7日，德国西门子医疗首席执行官蒙塔格公开证实，其诊断业务中所需的美国试剂已被北京批准豁免关税。他直言，如果试剂被征税，成本将增加1倍以上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消费者买不起，医疗系统也承受不起。意大利的诊断公司 DiaSorin 也表示，美国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时几乎未遭遇额外关税。而中国美商会也悄悄透露，部分制药企业已经开始通过豁免途径，畅通无阻地将药品运往中国。不仅医疗行业，在最关键的半导体领域，北京的服软更让人震惊。4月25日，一家存储芯片设计公司获知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通知其8种微芯片将豁免关税，其中包括核心的模拟芯片。航空航天领域也不例外。法国赛丰集团表示，部分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获得了豁免。这些产品多属高端技术，中国离了它们根本玩不转。至于化学品领域，据路透社透露，北京已免除乙烷进口的关税。乙烷是高端工业化工的原料，中国无法独立合成高纯度产品。彭博社掌握的一份131种美国商品豁免清单已经在贸易商之间悄悄传开。这份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，约占2024年中国从美进口总额的24%。也就是说，在对美强硬的表象下，1/4的美国商品实际上已被偷偷放行。就在豁免清单流传的同时，中国的经济却在以惊人的速度塌方。4月30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令人不寒而栗的数据，出口订单全面下滑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跌至1年多来的最低点。跨太平洋贸易骤减，直接导致中国大量工厂陷入停工，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正在蒸发。特别是中国最想逆袭的半导体产业正在经历至暗时刻。据 Wind 统计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 A 股共有48家半导体企业净利润下滑，其中13家已由盈转亏，业绩下滑超过1000%的企业比比皆是。这个数字并非夸张，而是公开财报数据的真实记录。最令人震惊的是国资背景的华虹半导体。5月8日，其发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，净利润仅为2276万元，同比暴跌 89.73%。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，净利润仅剩1610万元，同比骤降 92.3%。2024年全年，华虹净利润也只剩下5810万美元，同比下降 79.2%。曾经肩负国家科技复兴使命的华虹，如今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中国芯片龙头中芯国际，2024年净利润37亿元，同比下降 23.3%。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商，它的下滑意味着整个产业链在塌陷。AI 芯片明星寒武纪，2024年亏损 4.52 亿元，8年累计亏损已超54亿元。资本市场曾寄予厚望，如今却成了烧钱的无底洞。紫光国微、三安光电、景嘉微、君正、
中影电子，几乎所有中国半导体代表性公司都陷入业绩断崖式下滑，不是负增长就是巨亏，甚至连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也全面受挫。精锐电材净亏损 1.8 亿元，西元微净利润下降 19.08%， 智纯科技净利润暴跌 93.75%， 沪硅产业史上首次年度亏损，亏掉 9.71 亿元。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进水的破船，舵断翻裂，随时可能沉没。为什么中国的芯片业败退得如此惨烈？根源在于美国的科技封锁越来越狠，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绝。自2023年开始，美国不仅限制高端芯片出口，还连带禁运生产设备、材料，甚至科研软件。而中国半导体行业离了这些美式骨架，根本没法站起来。美国财政部、商务部已将上百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，而且不断加码，从限制芯片到限制一代软件，再到限制光刻机，现在甚至连核心研发人才的入境签证都在被审查。这一系列组合拳让中国的科技自立成为空中楼阁。哪怕你有资金、有市场、有政策，没了技术链和设备链，照样原地踏步。而北京表面强硬，实则暗中豁免高端商品进口，就是在认怂。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若彻底脱钩，中国科技、医疗、高端制造将全面瘫痪。宏观数据看着冷冰冰，但背后的代价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破产日常。以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制造业重镇为例，202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，苏州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仅为 62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东莞制造业岗位减少 12.3 万个。宁波、无锡、佛山的出口型企业裁员比例超过 30%。大量白领转蓝领，蓝领变待业的现象在悄然上演。中产阶层的稳定预期正被撕碎。很多人还着房贷，供着车，娃在读国际学校，却突然失业，生活水准直接坠崖。微博上一位工厂中层晒出聊天记录，车卖了，房子还在撑，孩子转到公立学校，现在想想，之前真是做梦。北京不愿承认失败，却又在悄悄豁免美国产品关税。中国口口声声自主可控，却在半导体、生物医疗、航空零件上离不开美国。我们高喊科技崛起，却一个个龙头企业在财报里黯然泪流。这场看似针锋相对的贸易战背后，其实是中国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教育的过程。如果说第一轮贸易战我们还抱有幻想，第二轮的现实已经冷得刺骨。不宣布、不承认、不解释，却在悄悄下跪。这不是强硬，这是沉默的投降。而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美国，不是跨国公司，而是中国普通人。